算命準卻改變不了命，命運之外有恩典。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？朋友帶你去廟口算命，命理師神情凝重地告訴你，你今年小人多，要小心。結果你真的那幾個月心神不寧，出門摔到腳，工作還被人搶功勞。你心想，哇哦，他說的真準。於是從此更相信命運早已寫好，我們只是照劇本演出。但幾年後你發現，即使你知道哪一天會犯太歲，哪一方向不能去，哪顆心要安，也依然覺得人生沒有安全感。明明拜了補了算了，卻還是覺得命在手中，卻又不在手中。有位年輕人說得很真實，我算過命，也改過名，當下覺得安心，但沒多久又覺得人生像被看不見的線牽着走，我只能配合命運演戲。難道我們的命真的無法改變？如果命理說準了，那我還有選擇嗎？而如果沒有選擇，那我們還算是活着的人嗎？這正是許多民間信仰者心裡深藏的矛盾。算命能給我們短暫的確定，卻無法給我們真正的自由。你可能以為算命只是老一輩的習慣，其實在網絡時代，它換了新包裝。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去廟裡，但手機都有一個命運 App， 輸入生日、時間、血型，幾秒內就能看到本月桃花運、事業走勢、健康指數。點開留言區，滿滿都是太準了，這跟我最近的狀況一模一樣。但你仔細看，那些留言的下一句常是，所以我該怎麼辦？算命能告訴你會怎樣，卻無法給你怎麼走下去。他預測命運，卻無法賜給力量。而真正可怕的不是算命準，而是當我們相信命中注定，就會放棄改變的可能。有個女生在感情上屢屢受傷，算命師說你的命格克夫，她哭了3天，從此不敢談戀愛。她說，原來是我天生的命不好。但多年後她信主，讀到聖經裡上帝對她說，你是按我的形象造的。那一刻她才第一次覺得，原來我不是被命格決定的，我是被愛創造的。民間信仰常用命運來解釋生命中不可控的事情，於是我們努力透過拜拜、求籤、改名、帶護身符，試着修補命運的漏洞。然而聖經說出一個更深的真理，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眼早已看見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詩篇139篇16節，這節經文不是在說命中注定，而是說生命被愛所看見。命理把命運當成一套無情的公式，但上帝說，你的日子不是被命運安排，而是被一位慈愛的造物主所看顧。命理講天定聖人，聖經講神掌權，但他樂意聽禱告，成全美事。命理讓人無法反抗，因為命中有時終須有，而聖經讓人可以回轉，因為神有恩典，可以改變命運。看看約瑟的故事，他被兄弟出賣，成為奴隸，又被誣陷入獄。照命理來說，他命格多災，流年不利，但在上帝的手裡，這些不順變成通往榮耀的階梯。多年後，他成為埃及的宰相，回頭說了一句經典的話，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創世紀50章20節，這句話推翻了命理的邏輯。命運不是一條早被決定的路，而是可以被恩典翻轉的旅程。再看看尼尼微城的故事，上帝要審判這個邪惡的城市，
但當他們悔改時，上帝就收回了災禍。這代表什麼？命理說命該如此，上帝卻說你可以改變。在上帝那裡，命運不是結局，而是邀請我們轉向他，進入他為我們預備的新生命。算命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為準，它準的讓人害怕，但準確不等於真實。你知道嗎？算命師能準，往往是因為觀察力、心理學、模糊敘述以及人對被說中的期待。例如他說，你最近有點壓力，誰沒有？他說，你對某件事情有點猶豫，這幾乎適用於所有人。而當我們在心裡對號入座，那句話就成為神準。這其實反映出人心深處的渴望，我們渴望被理解、被安慰、被引導。但命理只能猜中我們的焦慮，卻無法醫治我們的心。上帝卻能，他不是用冷冰冰的星象、八字、五行來分析我們，他用愛來呼喚我們。當我們向他禱告，不是輸入資料等回復，而是一位真神親自傾聽、回應、同行。在民間信仰裡，人拜神求籤是為了知道結果，但在基督信仰裡，神邀請我們信靠他的計劃。他不是一位預測者，而是一位創造者。他不是冷眼旁觀，而是親自進入我們的命運中。耶穌在地上行走時，遇見被命運壓垮的人，瞎子、病人、被社會放棄的人，他們的命，照命理來說，已經沒救。但耶穌用一句話改變他們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這不是宿命，是恩典。因為在神那裡，沒有一個命是注定要失敗的。結語，命運之外的恩典。有句話說得好，算命讓你知道明天可能會怎樣，耶穌讓你知道今天不管怎樣都不孤單。我們不否認命理有其文化根基，也承認它反映了人對生命的探索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命理的盡頭是人的無力，恩典的開始是神的手。當你信靠耶穌，你不是把命交給一個看不見的系統，而是交給一位認識你、愛你、願意改變你的主。他不只是知道你的命，他能翻轉它，讓你的故事不再被命格定義，而是被恩典重新書寫。